全家入狱后，为了保全家人性命，我嫁给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王。第二日，以为保全家人的我还来不及欣喜，就被满族超斩的圣旨砸得晕头转向。我跪在门外求他高抬贵手，磕得头破血流也没有停下。他却冷笑道：“想当年，要不是你爹告密，我不会九死一生，被人打断了腿。我众多部下也不会为了保护我惨死。宋令仪，这一切都是你家欠我的。你家的下场不过是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”婚后3年，他对我日夜折辱，纳了数不清的妾室。我想过去死，最终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直到他放任最受宠的妾室纵马闯进了我的院子，他不仅摔碎了母亲留给我的玉佩，还强行打掉了我肚子中已经3个月大的孩子。再次醒来时，我看着已经平坦的肚子，心如死灰，求到了赵雨安母妃面前。3年期已满，母妃求您信守承诺，放我走吧。母妃漫不经心地打量一番跪在地上的我，看我凄惨的样子，许久才悠悠开口道：“宋令仪，本宫可以放你走，但是你可要记得，你弟弟的性命可还攥在本宫手里。当年事情的真相，你哪怕死，也必须烂在肚子里。”他威胁的目光盯紧了我，我赶紧将头磕在地板上，心中凄凄。母妃放心，当年之事，王爷永远不会知道真相。他施舍般给我丢了一瓶假死药，宋令仪怨不得本宫。当初要不是他抛下一切都要与你私奔，本宫不会将事情做绝。要怨就怨你招惹了他。他拂袖离去，最后吩咐道：7日后，雨安陪着本宫去黄觉寺上香，你就在那日离开吧。我听到黄觉寺几个字，瞬间愣了神，只因黄觉寺供奉的都是慈善的菩萨。我看着赵雨安母妃离去的背影，感觉可笑至极。赵雨安还不知道，他这个表面上仁慈和善的母亲，背着他到底做了多少伤天害理之事。赵雨安是前朝皇子，他叔父篡位后，他与母妃成功出逃，多年谋划，只为夺权。我认识他时，只当他是普通参加科举的寒门子弟。我与他在黄觉寺相识，一见钟情。我下定决心嫁他，他也立下了此生非我不娶的誓言。父亲一朝宰相，自然不愿意让我嫁给他。我绝食抗议。赵雨安为了娶我，上门与父亲密谈了数个时辰，甚至不惜暴露自己的身份。我们约定私奔那日，我被父亲在街角抓到，打折了腿，也没有等到他。后来才知，他在那日身份泄露，在众人的掩护下才得以逃脱。他攻打进京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我全家下了狱。那日他端坐马上，用鞭子挑起了我的下巴，冷笑道：“宋令仪，当初你父亲告密那一日，就该想到这般下场。之后他携新帝登基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王。可这一切都不是父亲所为。我本以为只要我向他解释清楚当年之事，他就会放过我的家人。可一夜折辱过后，我却只等到了一个全家超斩的圣旨，以及摆在我面前的家人的人头。他的母妃就是在那日找到了我，他说不妨告诉你，当年之事都是本宫自导自演的。为了成就他的大业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本宫可以破例保你弟弟一命，只要你认下当年之事。雨安这么多年一直痛恨你，你解释他也不会听的，毕竟你试过了，不是吗？他说的对，赵雨安不会信我。这么多年，赵雨安一直以折辱我取乐。不过好在一切都要结束了，还有最后7天，我就可以带着弟弟离开了。我刚回到王府，还来不及歇息，赵雨安就踢门闯了进来。他大步上前，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，眼神狠厉：“宋令仪，你又去找阿莹的麻烦。我有没有说过，如果阿莹出事，我会让你10倍100倍的奉还？”我被他掐得意识模糊，生理性泪水顺着眼眶滑落。他看我这副样子，冷笑一声，大力甩开了我。我的额头磕到床角，顿时出了血。他呼吸一滞，下意识伸手要扶我，却在看到我毫无波澜的眼神时落了回去。宋令仪，我不过5天不在，你就敢闯进阿莹的别院，还将她的玉佩丢入湖中。我若是还不回来，你是不是还要翻了天去？你不要以为你怀了孩子，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。他斥责的话还在继续。我看了一眼已经平坦的小腹，心脏收紧，最终没有反驳他的话。他可能还不知道，孩子已经没有了。我熟练地跪在他脚下，垂下了眼眸。王爷，我知道错了。赵雨安看我苍白的脸色，皱起了眉头。若是以往，我没做过的事，必然会反驳。可每次的结果呢？江莹做噩梦，只因他说是我嫉妒，所以找道士给他下蛊。他就不分青红皂白，罚我在雪地上跪了一整日，直到发烧昏迷不省人事，
江银因为贪杯喝醉了酒，只因他一句都是姐姐要我喝的，他就给染了风寒不能喝酒的我灌了一整夜的酒，直到我休克。这一次江银纵马闯进了我的院子，不仅打碎了母亲的玉佩，甚至给我灌了堕胎药，到他嘴里又变成了我找江银麻烦。赵宇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忽然冷笑出声：“宋令仪，你这是又去哪学的新招数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人吃你那一套，你敢那么欺负阿银，就是不将我放在眼里。宋令仪，你不会以为这么多年我对你还有感情吧？”他一把将我提起，眼神中好似凝结着寒冰，其中隐约可见几分恨意。他拽着我走得很急，全然不顾我刚刚小产还在流血的身体，他一直拖到了江银的房门前才停下。江银见到狼狈不堪的我，伪装出讶异的表情，扑进了赵宇安的怀中。王爷，你怎么带着姐姐过来了？妾不是说了吗？妾不在意的，不过是一块玉罢了。姐姐若是想要，就拿去吧。就是那玉本是妾身要送给王爷，贺王爷生辰礼的，这下没有了，可怎么办才好呀？他意有所指地看向我，眼神中满是恶意。赵宇安听了他的话，冷笑一声：“宋令仪，那玉佩既然让你丢下了湖，那你现在就下去捡吧。深秋的湖水，我刚刚小产的身子受不住的。”许是看出了我的挣扎，赵宇安命令仆人上前钳制住了我，他们直接将我丢进了湖中。我拼命地挣扎：“赵宇安，你知不知道我刚刚……”小产二字还没有说完，江银忽然拉着赵宇安回去了。他说：“王爷，妾冷吗？”我看着他们二人离去的背影，彻底冷了心思。哪怕他知道了，也不会管我，他只会说我矫情。我一直在湖中待到半夜，才被放出来时，冷风一吹，我的身上好似结了冰。管家冷漠的声音传入耳朵，他说：“王爷吩咐，如若找不到玉佩，就将王妃丢入柴房反省。”我被仆人暴力地丢在了柴房。奄奄一息间，我听到了看守的几个婢女打抱不平的议论声：“这王妃真是可怜，那玉佩分明就好好放在邢夫人房间中嘛。王爷明明看到了，你新来的，你懂得什么？王爷就是故意这样做的，就是为了搓磨他。他们二人可是仇人，不说他了，你知道吗？邢夫人在今天下午诊出了喜脉，王爷大喜之下给全府都发了赏银，而且他还亲自给邢夫人下厨了呢。只因邢夫人说想吃他亲手做的，好羡慕啊！王爷与邢夫人真是羡煞旁人的一对。”我听了他们的话，捏紧了身下的稻草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我想到了曾经的赵宇安，曾几何时，我们也是别人羡慕的一对。曾经他说过会待我好一辈子，可没想到我这辈子最大的苦难就是他给的。我真的后悔遇到他了。我烧得浑浑噩噩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再次醒来时，入目是熟悉的陈设，赵宇安正守在病床前，他牢牢抓着我的手腕，好似他多么在乎我。我试探着抽出我的手，他却被惊醒。他看着我的眼睛里满是血丝，看我醒了，他快速松开了我的手，冷声道：“宋令仪，你别以为我在乎你，我不过是看你怀着孩子才去请的御医，你应该庆幸你怀着身子，不然这次我不会这么轻松就饶过你的。”我平静地听着他的话，我真的累了，左右不过最后7天了，他愿意怎样就怎样吧。赵宇安，我累了，你走吧。我有气无力的道，我实在不想再与他吵架了。他不知为何忽然发了脾气，他一把掐住我的脖子，逼迫我抬头看他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顿道：“宋令仪，你凭什么说你累了？你就这般不想见到我？”我没有我拍打他的手臂，他最终还是放了手。他看着我，忽然冷笑出声：“宋令仪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杀了你的，我要一直折磨你，这样才对得起你当年背叛我的恩情。宋令仪，你可知我在那天经历了什么？我放下一切与你走，可你呢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和你爹竟然向朝廷告密，企图劫杀我。你可知那一日我逃生的路是我的部下用血铺就的？”我眼睁睁看着他们倒在我脚下，看着他们被万箭穿心，死不瞑目。宋令仪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与你不死不休。他的眼眶通红，眼中泪光一闪而过。那一刻，我看着眼前这个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的人，真的很想告诉他，那些事情都是他母妃做的。可我不能。我瞥见了桌子上那瓶假死药，我听见我平静的语调：“赵宇安，那就恨我吧，只是以后你不后悔就好。”他哈哈大笑，眼底猩红一片。放心吧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后悔。他的一句不悔，成功让我红了眼眶。他挥袖离去。接下来几日，我再没有见过他。听婢女说，江银这节日孕反严重，
赵宇安一直在忙着安抚他。我这几日终于不再发烧，我想到今日是弟弟宋璇下学归来的日子，便亲自去厨房给他做了糕点。糕点做到一半，院外忽然传来了喧闹声：“王妃，不好了！您弟弟冲撞了邢夫人，他说要砍下他的手脚啊！”我的眼前一黑，颤抖着手扶住了灶台，勉强维持住了身子。弟弟是我在这人世间唯一的亲人了，我快步向正院跑去。我到时江莹好好的站在槐树下，一脸狠毒的看着已经被绑住了手脚的弟弟。我看着他手上拿着的刀，一把推开了他，将弟弟护在怀中。江莹，住手！你要做什么？我嘶吼道。江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看我崩溃的样子，唇角上扬：“你弟弟冲撞了我，我不过是要砍掉他的手脚罢了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你胆！”我瞪大了眼睛看着他，愤怒充斥了我的全身。江莹靠近我的耳朵，挑衅地笑了：“来人啊，给我砍了他的手脚！”府中的下人这么多年，早就看惯了赵宇安欺我辱我，也知道我虽为王妃，在他心中的地位却连江莹都比不过。他们全部听话上前，我死死地护住弟弟，拿过了掉在地上的刀，冲到了江莹面前：“你敢碰他，我就杀了你！”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身后是赵宇安阴恻恻的声音，一股大力将我踢飞了出去。我躺在地上，浑身都疼。江莹看到了赵宇安，扑到了他怀里，小声哭泣着：“王爷，你可要给妾做主，妾今日瞧天气好，遂出来走走，也不知道怎么惹了这小公子不快，他扑上来就要打我，妾不过想大惩小戒一下，姐姐就说要杀我。”呜呜呜！他哭得可怜至极。我看着将要动手的侍卫，急忙爬到了赵宇安脚下：“赵宇安，快让他们住手！不是他说的那样，我弟弟不会……”我哀求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他就再次踹开了我。他冷冷地盯着我，我面色惨白，嘴角溢出了鲜血。看到我嘴角的血，他瞳孔微缩。我再次爬过去，紧紧抓着他的裤脚：“赵宇安，求你了，不要动我弟弟，他是我唯一的亲人。”他神色略有动摇。江莹却在这个时候叹了口气：“王爷，妾知道你心中在意姐姐，哪怕姐姐曾经背叛过你，你也不舍得动她。没关系的，妾可以受委屈。”他话音刚落，赵宇安就冷了神色，他眼中恨意弥漫，想到了过往。来人，将宋璇打100大板，丢出府去。他声音坚决，掷地有声：“100大板！他是要杀了他！”我跪在地上，磕了一个又一个的头：“求你了，赵宇安，你放过我弟弟吧，我不能没有他。你不是恨我吗？只要你放过他，我愿意去死，我立刻去死，怎么死都好，千刀万剐也行，我只求你。”赵宇安一把将我提起，他看着我，眉头紧皱，眼底翻起滔天巨浪。“为了他，你竟然愿意去死？”他咬牙切齿的道：“你想得美！我告诉你，我活一天，你就要痛苦一天。你别想死，你欠我的还没有还。”我哭的声音哽咽，说出的话不成语调。我愿意去死。赵宇安听了我的话，眼底猩红一片。他扫了一眼被绑着的弟弟，厉声道：“还等什么？立刻行刑！”侍卫钳制住我，让我不得上前，板子打在弟弟身上。他惨叫出声，身上渐渐的就满是鲜血了。我挣扎着爬向他，双手在地上划出一道道血痕。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力气，挣脱了他们的束缚。我扑到弟弟身上，那板子直接打在我的腰上，我顿时吐了口血，昏死了过去。意识的最后一幕是赵宇安慌乱的眼神与撕心裂肺的嘶吼声。“都住手！”他扑过来将我抱住，他拍了拍我的脸：“可宋令仪，不许睡！”我彻底没有了意识，我真的好累。梦里桂花香，我又梦到了赵宇安。梦中的他站在不远处，看到我时对我笑得很好看。我走近，他从怀中拿出来了一只簪子，眼神真挚：“令仪，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？”梦中的我哭红了眼，我点了点头，说愿意。我忘了多久，他没有这般对我笑过了。许是梦中他笑得太过好看，叫我知道一切不过一场梦。恍惚间，我被人拉住了手，在睁开眼睛时，赵宇安正守在床榻前，他的眉头皱着，死死拉着我的手，我无论如何也挣不开。他这副样子，好像他多么在意我。他看我醒来时，眼神有一瞬间的狂喜，但很快被他压了下去。他定定地看着我：“你终于醒了。”我浑身上下疼得厉害，我声音沙哑：“赵宇安，我弟弟呢？”他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。我死死抓住他的手腕，质问道：“我弟弟在哪里？”他挣开我，向后退了一步，安抚道：“宋令仪，你先养伤，你养好了伤，我自然会让他见你。”他眼底一闪而过的慌乱，到底被我捕捉到。我的心
好似被只大手捏紧，导致我呼吸困难。僵持间，江银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：“王爷，宋玄的尸体怎么处理啊？血淋淋的一直放置在院子中，都吓坏了妾呢。妾肚子里的孩子可是不惊吓呀！”我死死地盯着他，一瞬间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错。他在说什么？他说我弟弟死了，怎么可能？明明上次他还兴致勃勃地和我说他又长高了。我眼眶通红，翻身下榻，我抓住了赵雨安的袖子，看着他躲闪的眼神，我不敢置信地问道：“他说的可是真的？不可能是真的，绝不可能！快告诉我，告诉我一切都是假的，我弟弟还活着，只是你为了刺激我，所以和他演的戏。你说啊！”我嘶吼道。赵雨安一直没有说话，江银看着我疯癫的样子，满意的笑了。他靠近，然后一把推开了我，眼神中满是恶毒的神色。姐姐，节哀顺变吧，你弟弟就是死了呢。闭嘴！赵雨安看出了我的不对，他一反常态的吼了江银。巨大的恐慌自心头上涌，我快步冲到了院子中，弟弟的尸体就放在院子中，已经没有了呼吸。我眼前一黑，眼泪糊了满脸，我软了脚，摔倒在地。不远处，赵雨安眼神凝重地看着我，我听见他说：“宋令仪，你弟弟冲撞了阿莹，就是被打死也是活该，你不要再想了，我会将他安葬的，你回去养伤吧。”他说的理所应当，我哈哈大笑。我快步走到了他面前，拔下了头上的簪子向他刺去。赵雨安，你去死吧，给我弟弟偿命！江莹扑在了赵雨安面前，一把推开了他，簪子刺入了江莹的肩膀，他倒在赵雨安怀中，不敢置信地指向我，声音尖锐刺耳：“王爷，姐姐疯了，她竟然要杀了你！”赵雨安瞳孔紧缩，眼神恍惚又迷茫。你竟然因为他要杀我？他看着倒在他怀中楚楚可怜的江莹，又看着我冥顽不灵，一心想杀他的样子，怒意与心慌顿时占据了他整个心神。他上前几步，一把提起我，直视我的眼睛，质问道：“你要杀我？”他大概没想到我竟然会想杀他。我提起簪子，再次向他刺去。赵雨安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你怎么还不去死？他紧握住我的肩膀，都是你欠我的，你欠我那么多，竟然还想杀我！他的怒吼声穿透了耳膜，我哈哈大笑，只感觉可笑至极。时至今日，他竟然还有脸说我欠他，当年之事分明就是他母妃自导自演，可我全家却为他们的戏丧了命。这么多年我隐忍至今，都是为了弟弟，只有最后3天了，只要坚持最后3天，让他再折磨我3天，我就可以带着弟弟走了。可这一切都被他毁了。他许是被我满是怒意的眼眸惊到，他面色一沉，冷声道：“今日你向我认错，我就放过你，放过我。”我只感觉可笑，我扯了扯嘴角，再次拿着簪子向他刺去。他没有躲，只是眼神狠厉地看着我。在我即将刺入他的心脏之时，一股大力将我踢飞，我倒在地上，感觉全身的骨头都碎了，冥顽不灵。宋令仪，你竟然真的想杀我！我躺在地上，毁灭一切的冲动上涌，我用尽全力瞪着他，准备告诉他曾经的那个秘密。赵雨安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，当年你被劫杀，全部都是你母亲所为。我父亲当年只是派人将我带回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受你母亲胁迫，一切都是为了我弟弟。赵雨安听了我的话，后退了一步，可他很快安定下来，他看着我，冷笑一声：“来人啊，将王妃关入柴房，反省。”他抱起一直在喊疼的江莹，转身离开，只留给了我一句话：“看在你肚子里孩子的份上，我今天饶过你一回，好好反省吧，知道错了再滚回来道歉。”孩子，我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笑。什么孩子啊？孩子早就被江莹杀掉了，他不知道吗？我拿着簪子向心口处刺去，声音嘶哑：“赵雨安，孩子早就没有了。赵雨安，再见了，再也不见。”宋令仪，他快步冲到我面前，死死抓住我手中的簪子，任由簪子刺破了手心，也没有松手。他死死盯着我：“宋令仪，你要做什么？时到今日，你竟然还敢拿孩子说谎！你以为我真不敢让你去死吗？”他眼中猩红一片，其中满是怒火。我冷笑出声，只感觉可笑至极。我拿过他另一只手，放在了我平坦的肚子上：“赵雨安，你看啊，平坦一片，孩子早就没有了。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就是你出京的那日，江莹纵马闯进了我的院子，他令人按着我，给我灌了堕胎药。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？他说，哪怕我死了，你都不会在乎，更何况只是一个孩子。”我想到那日的情景，哈哈大笑，像是一个疯子。可我早就疯了。赵雨安折磨我那3年，
每次事后都会给我一碗避子汤药。唯有那一次，他喝醉了，得知我有孕那一日，我悲喜交加，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。那日他看着我，神色复杂，他本是想亲自给我堕胎的，我拼命的挣扎才保住了孩子。我说：赵宇安，你忘记了吗？从前你不是一直想与我有个孩子的吗？你说要是男孩就教他骑马射箭，要是女孩就教他读书明理，你说过的。可能是我那些话让他想到了曾经，他最终还是放过了我。孩子一直在我肚子里3个月，我满心期待，以为有了孩子我们的关系就会有转机，可原来一切都是我的一厢情愿。他抚摸上我的肚子，不敢置信的后退，嘴唇微颤，摇头反驳道：不可能，孩子怎么可能没有了？你骗我，宋令仪，你骗我！我看着他这副样子，难得平静下来。赵宇安，我没有骗你，你回来那日是我刚刚小产的日子。赵宇安，你去查啊，看了你的好母后郝阿莹到底背着你做了什么？我心如死灰，看着院子上空高悬的明月，只感觉失去了全身的力气。我从地上站起来，踉跄着走到了弟弟的尸体旁，我将他抱在怀中，声音沙哑：姐姐这就来陪你了。赵宇安摇头嘶吼：你不能死，你欠我的都还没有还，你不能死。宋令仪，我回头看他，看他慌张的神色，扭曲的面容，叹了口气：我从不欠你什么。赵宇安，去查吧。不，你敢死？你要是死了，我就将你族亲全部杀掉，我会让他们全部去给你陪葬。哪怕到了此刻，他还在威胁我。他一直以为我在乎他们，可现在我唯一的亲人正躺在我怀中。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向我怀中的弟弟，一瞬间就白了脸色。他已经意识到他再也无法威胁我了。他不安地向我靠近。令仪，你放下簪子，我会去查的，好不好？我缓缓摇了摇头。不好，一点也不好。若有来生，我再也不要遇到他了，真的太苦了。我毫不犹豫将簪子刺入了心口。真好，以后再也不会疼了。赵宇安看我那么决绝的自杀，心脏都仿佛停止了跳动。他抱紧我的身体，嘶吼道：快去请太医，快去啊！令仪，你坚持住，不会有事的。他抱着已经没有了意识的我，一直喃喃自语，眼泪流了满脸，好像他多么在意我。江莹看他这副样子，愣在了原地。他想到了我自杀之前说的话，有几分心虚。他试探着上前：王爷，我真没有想到姐姐竟然这么恨我，哪怕是死也要拉着我。赵宇安烦躁地推开了他：滚！江莹哪里看过赵宇安这副样子，他愣在原地，心中有几分红了。毕竟江莹给另一堕胎之事，全府上下都知道。不过他抚摸上肚子，很快就冷静了下来。他现在可是怀着孩子，赵宇安哪怕再生气，也不会拿他怎么样。王爷，你理理妾身嘛，你别这样，都吓坏妾身肚子里的孩子了。江莹抽噎道。他心想，这样赵宇安总应该会心软的吧，却不想赵宇安忽然一脚踢在了他肚子上，冷声道：江莹，这么多年，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都做了什么？你怎么敢的？你竟然敢给另一堕胎！江莹面色一白，她很快从地上爬起来，拉过赵宇安的衣角：王爷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赵宇安甩开了他的手。江莹，要不是你，今天令仪不会自杀。江莹看着赵宇安扭曲狰狞的面容，瑟瑟发抖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她死死抱住赵宇安的大腿，哀求道：王爷，这么多年，妾身一直是按照你的想法做事的。我知道你恨他，所以我才敢那么做的啊。王爷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我已经有了孩子啊，哪怕是为了孩子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他若是不说这些还好。赵宇安听了他的话，恼羞成怒。我的想法，我何时说过要你伤他？你竟然还敢提孩子！来人啊，给这贱人灌堕胎药！江莹拼命的挣扎，却最后还是被灌了一整碗的藏红花。她拼命的咳嗽，匍匐于地。王爷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撒谎了，再也不陷害姐姐了。我不该摔碎姐姐的玉佩，也不该给她灌药。王爷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这可是我们的孩子啊！她哭得撕心裂肺。赵宇安的神色却越发冷了。他想，要是没有他，我此刻还应该好好的，不会自杀，更甚至我们的孩子也会平安降生。他想到这些，又上去一脚踢在了他肚子上，直到将江莹打得奄奄一息，他才好似解了气。江莹，曾经令仪受的苦，我也要你全部尝一遍。来人啊，将他关入地牢，上刑！赵宇安的话令江莹瑟瑟发抖，他顾不得还在流血的身体，呜咽痛哭。
拼命求饶父王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当初分明就是你允许了的。王爷，他被侍卫拖走，狼狈哭喊，却没有让赵宇安有丝毫动容。赵宇安的手捏成了拳头，他想，如果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如果当年之事真的都只是他的母妃自导自演，他要怎么办？他折磨了宋令仪3年，甚至杀了他全部的家人。如果一切都是真的，那结果他承担不了。他颤抖着手，看着床上昏迷不醒的我，乱了呼吸。他必须去问问他母妃。他正准备出去，却看到了放在床榻一角的小瓷瓶，那正是母妃给我的假死药。他随手都给了太医，说道：“去查查这是什么。”赵宇安刚走到殿外那里，就听到母妃与宫女的声音：“娘娘，咱们安排接应的人没有等到宋令仪，他会不会后悔了，不想走了？”呵，这个贱人，本宫本想趁此机会直接除了他，没想到他竟然躲过去了。宇安这么多年一直不舍得杀他，当初就是他差点坏了宇安的大事。要是宇安知道当年真相，本宫……娘娘，当年您都是为了王爷的大业，哪怕王爷知道是您安排的劫杀，他也会理解您的苦心的。赵宇安呆怔在宫门口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当年之事竟是他母妃所为，所以这么多年他的恨又算什么？一时间他只感觉可笑至极。他一脚踢开了殿门，他母妃大惊失色，看着他，久久不能言语。赵宇安上前，他母妃看着他，叹了口气：“宇安，你也听到，母妃都是为了你好。”他哈哈大笑，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当初害得他部下惨死的人是他母妃。他痛苦地闭上了眼，在睁开时，他眼中猩红一片。这么多年，他都错了。浓烈的悔恨上冲，刺激的他直接吐了口血。他跪下，给他磕了一个头：“母妃，从此以后，你我生死不见。”他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宫殿，不管身后的呼唤声，他的眼泪流了满脸。他想到这3年对宋令仪所做之事，悔恨不已。都是他，是他搞砸了一切，都是他欠他的。他狂奔回府，看着跪了一地的太医，出口的声音沙哑不堪：“他怎么样？”太医唉声叹气：“王爷尽力了，王妃的心脉损伤太过严重了，哪怕就是救回来了，也活不过1年。”赵宇安摔了手上的被子，嘶吼道：“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你们也必须把王妃救回来。”他上前拉过我的手，眼泪滴落在我手背上，他喃喃自语：“令仪，我知道错了，当年的真相我全部都知道了，求求你醒来吧，我以后用余生弥补你，好不好？我处置了江莹那个贱人，也与母妃断了关系，今后就只有你了。”他痛哭出声，一下又一下扇着自己巴掌。其后几日，赵宇安寸步不离地守着我，天天求神拜佛，甚至跪了3000层阶梯，为了求来了保命符。可能是他的真心感动了上苍，我终于悠悠转醒。看我醒来，他好似不敢置信，揉了揉眼睛，才快步上前：“令仪，你醒了。”我木然地点了点头。我昏迷这段时间，对外界并不是全无感知。令仪，我知道错了。我看着他满身狼狈、双目通红的样子，却只感觉可笑。赵宇安，既然知道错了，你怎么还不去死？我质问他。他听了我的话，捂住了胸口，眼泪大颗大颗的滚落。令仪，以后我补偿你，好不好？他跪在我脚下，一下又一下地扇着自己巴掌。都是我，要不是我固执己见，你不会变成如今这副样子。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令仪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不会原谅你的。我冷漠开口。他杀了我全家，折辱了我3年，现在一切都不可挽回了。他说原谅。赵宇安眼神中原本有的几分期待熄灭。他跪在我脚下，心如死灰：“令仪，你只要肯原谅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什么都行。”我抽出了自己袖子：“除非你死，不然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”他听了我的话，闭上了眼睛。再睁开时，他笑了，定定地看着我：“令仪，我愿意去死，只要你开心，我愿意去死，这都是我欠你的。那你还等什么？”我反问道。赵宇安摇头：“我可以去死，可我不放心你。令仪，我为你找太医调养身体，只要你身体好了，我立刻去死。”他的哭泣呜咽声传入耳朵，我却感觉厌感至极。我一脚踢开了他。他双目通红：“令仪，你别动怒，你现在这身体不能生气。”我看着窗外的雪景，内心平和一片。为他动怒，他不配。其后1年，我安心养伤，身体好了很多。他时时刻刻陪在身边，经常双目通红地看着我。
一日，我对他笑道：“赵宇安，我想通了，我想去见见你母妃。”我去见他那日是个明媚的日子，我随身带了刀。他母妃看到我很是轻蔑，给他行礼时，我一刀刺入了他的脖颈。在他不敢置信的眼神中，我擦了擦刀上的血迹。我家人的下场拜你所赐，今日就一并还给你了。赵宇安走进宫殿来接我时，我拿着刀向他刺去，他一把夺了下来，皱着眉头问我：“令尹，你做什么？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疯了吗？你才知道吗？”我哈哈大笑，反问道。我看着被他丢在地上的刀，叹了口气：“今天本来是想带你一起走的，可惜了。”他眼神沉痛：“令尹，这一年你都没有放下。”放下？我为什么要放下？赵宇安，我恨你和你母妃，恨不得你们死了才好。他弯腰拾起了地上的刀，他跪在了我面前：“令尹，今日我若是死了，你往后会不会开心？”我点头：“会，自然会。”在我期待的眼神中，他将刀刺入了自己的心脏。他嘴里吐出了一大口血，归退了闯进了的禁卫军，吼道：“放他走！”他临死前问令仪：“我把欠你的都还你了，下辈子你能不能再爱我一次？”我抽出了自己的衣角，向前走去，没有看他一眼。我与他永世不见。